在游戏改编的电影里，《寂静岭》绝对是一部相当成功的经典之作，真实还原了游戏中推理解谜的特点以及恐怖压抑的环境氛围。里面的怪物造型奇特，面目扭曲，其中人气最高、最为经典的还要数这个手拿40米大刀、头戴三角铁面罩的肌肉女孩，以及这群身穿护士装、手拿手术刀的肿脸女护士。接下来我们就捋一捋，看看《寂静岭》到底讲了点啥。过完主线剧情后，我会在片尾做出详细的解析。电影一开始，一个小女孩站在悬崖边，两眼无神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。她叫小莎，7岁开始噩梦缠身，患上了很严重的梦游症。在梦中，她看到一个燃着大火的钢铁工厂，工厂里一个小女孩面带微笑地看着她。就在小莎即将坠崖时，母亲罗斯飞奔赶来把她救下。获救后的小莎表情痛苦，嘴里不停呼喊着寂静岭3个字。这时父亲克里斯也赶了过来，从他和罗斯的口中得知，小莎是他们从孤儿院收养的孩子，7岁开始频繁梦游，并且每次梦游都会呼喊寂静岭。显然这不是一种巧合。为了查明真相，治好女儿的怪病，罗斯决定瞒着丈夫，带女儿去寂静岭一探究竟。另一边，克里斯通过电脑上的搜索记录，发现了罗斯的计划。资料显示，寂静岭是美国著名的鬼城，30年前的一场火灾烧死了城里大半居民，地下火燃烧至今仍未熄灭，空气中含有大量有毒气体，一直被人们视为不祥之地。得知老婆孩去了这么凶险的地方，他急忙给罗斯打电话阻止。他觉得小莎应该去医院接受药物的治疗，可罗斯心意已决，随后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行驶途中，一辆警摩拉响警笛追了上来，罗斯把车停在路边，正准备接受检查时，他看到旁边立着一块路牌，上面清楚地指出了寂静岭的方向。救女心切的他随即轰着油门甩掉警察，拐进了前往寂静岭的岔路。警察见状急忙追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车上的收音机发出异响，小莎捂着耳朵不停尖叫，正手忙脚乱地关收音机时，车头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罗斯赶紧打方向躲避。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，罗斯渐渐苏醒了过来，只见外面灰蒙蒙的一片，空中还飘着鹅毛大雪。扭头看向女儿时，女儿居然消失不见了。他急忙下车寻找，这时一片雪花落在他脸上，用手一摸才发现这根本不是雪花，而是物体燃烧后的灰烬。通过路边的木牌得知，这里正是他要前往的寂静岭。他继续前进，来到镇上，这里的雾气更浓，能见度不足50米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周围一片死寂。这时一个酷似女儿的身影从前方跑过，他急忙追了上去。追到一处狭窄的楼梯时，周围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声，紧接着天空逐渐变暗，直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他掏出兜里的打火机，这才勉强看清了周围的环境。在一张铁丝网上，他看见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男人，内脏流了满满一地。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这个男人居然还活着。罗斯看得满脸惊恐，差点被吓出心脏病。还没等缓过神来，身后又走来一只不明怪物。罗斯吓得不停尖叫，手抖的把打火机也掉在了地上。眼看怪物接连出现，罗斯赶紧撞开铁门，躲到了一间屋子里。怪物紧随其后追进屋子，抓着脚腕想把他拉到外面。罗斯拼命挣扎，大喊救命！就在他陷入绝望之际，怪物却突然燃烧起来，变成灰烬消失不见了。由于场面太过吓人，罗斯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等他苏醒过来时，外面又变成了灰蒙蒙的世界。有了刚才的经历，罗斯一秒也不想在寂静岭待了，本想沿着公路逃离这里，可谁知公路的尽头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。正一脸懵逼怀疑人生时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出现在他身后。他告诉罗斯，寂静岭的出口已被恶魔关闭，逃走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罗斯掏出照片向他打听女儿的下落，可谁知女人看到照片后，竟说这是他的女儿阿雷莎。眼看女人有点神志不清，罗斯只好转身逃走。他返回到自己的大吉普，发现车座上放着一张关于学校的画，本想开车去学校寻找女儿，可车子却打不着火了。没办法，她只能给丈夫打电话求救，但电话也打不通，只能留言。她很后悔当初没听丈夫的话，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弄丢了女儿。就在这时，追着她的警察赶了过来，见小莎不在车里，他二话不说给罗斯戴上了银手镯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2年前有个疯子把拐来的小男孩扔到了寂静岭。罗斯之前在加油站加油时，他就注意到了罗斯和小莎，他怀疑罗斯也是一个扔小孩的疯子，所以才会追上来检查。现在小莎失踪，这更验证了他的猜想。他打算把罗斯带回警局。从倒地的摩托车来看，女警当时也出了车祸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回去的路居然变成了悬崖峭壁，来时好好的，现在回不去了。另一边，克里斯收到罗斯的留言后，急忙驾车赶往了寂静岭，却发现路被警方拦了起来。警察在桥头发现了罗斯撞毁的汽车，车里没有人也没有血迹。在克里斯的强烈要求下，警长同意了带他到寂静岭找人。可他们来到的寂静岭和罗斯那里完全不同，这里没有散不去的大雾，也没有漫天飞舞的灰烬。警长告诉克里斯，他曾经也是这个镇上的居民，后来一场大火吞噬了这里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。另一边，女警和罗斯寻找出路时，遇到了一只皮包骨的怪物。这家伙没有五官，没有双手，胸口的大洞可以喷出腐蚀性极强的黑色液体，任何沾上液体的东西都会迅速腐烂。趁着女警和怪物纠缠之际，罗斯偷偷从旁边溜走，怪物被女警爆头干掉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远处的山头之上又有一大波怪物杀了过来。再看罗斯这边，通过路边的路牌，他成功找到了画中的学校。小女孩的身影再次出现，他跟着身影一路追去，一直追到了一间厕所。小女孩的身影消失不见，但在最后一个隔间里，
他发现了一具极其扭曲的尸体，浑身绑满铁丝，脚和脑袋绑在了一起。罗斯恶心的不停干呕。这时他看见墙上有个黑色箭头指向尸体的嘴，他壮着胆子伸手一掏，里面放着一块小木片。正要开门离开时，外面突然出现3个穿着防护服的神秘人，他紧紧顶住木门祈求神灵保佑。神秘人在外面不停踹门。就在这时，神秘人的小鸟突然躁动起来，3人见状急忙带着小鸟离开。罗斯正一脸疑惑时，警报声再次响起，黑暗也随之降临了。他打开手电筒，只见墙皮快速脱落，周围的一切迅速腐烂。最吓人的是，厕所的尸体居然活了过来。随着尸体不断爬行，横乱般的血管迅速蔓延，上面还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毒泡。等毒泡长到一定大小后，就会破裂，钻出无数圣甲虫。罗斯吓得拔腿就跑，楼梯两侧挂满了尸体。好不容易跑完楼梯，来到1楼，可出口此时已经被圣甲虫占据。神秘人腿脚不够快，眨眼间便被虫群啃食殆尽。他逃进隔壁的房间，这里没有恐怖的大虫，但却有一个诡异的小女孩。女孩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窗口的铁丝网瞬间破裂，罗斯也跟着掉了下去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一个头戴面罩、手拿大刀的狠人走了出来，伴随着密密麻麻的虫群，3角铁头震撼登场。罗斯赶紧起身逃走。另一边，克里斯也来到了学校，两人明明身处同一个地方，但却在不同的空间里。当罗斯跑到学校的走廊时，克里斯甚至能在走廊里闻到他的香水味。警长觉得是克里斯吸了有毒气体产生的幻觉，急忙拉着他离开了这里。此时罗斯已经被吓得近乎崩溃，眼看虫群再次杀来，一个人影突然出现，把他拉进房间救了他一命。来人正是女警，看着地上的圣甲虫，这玩意儿居然长了一张人脸。干掉这个小玩意儿后，两人用铁棒封住大门，本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，可门外又突然传来拖动金属的声音。3角头不断发起攻击，门上的洞口越来越大，虫子顺着洞口不断涌入。3角头抓住铁棒想把大门打开，女警赶紧开枪阻止，可子弹貌似对3角头毫无作用。就在两人绝望之际，墙上的虫子纷纷掉落，然后变成灰烬消失不见，周围的环境迅速复原，好像刚才的事从没发生过一样。女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有过一次经历的罗斯则见怪不怪。他拿出尸体嘴里的木片，根据上面的线索，两人来到一家酒店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2个女人，一个是悬崖边的疯婆子，另一个是当地的居民安娜。从安娜的口中得知，这里还生活着其他人。每当黑暗退去之后，他们就会出来寻找生活物资。这时，女警在111号钥匙柜里发现一张画，根据这条线索，他们来到了酒店的111号房间。通过房间墙壁破开的大洞，他们来到了隔壁的大楼。在这里，罗斯看到了一直引导他的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和小莎长得一模一样。震惊之余，罗斯猜测她就是疯婆子的女儿阿雷莎。本想向她打听女儿小莎的下落，可阿雷莎却张开双臂燃起火焰。I'm burning. 随着阿雷莎消失不见，无数大鸟飞向天空。安娜见状拔腿就跑，嘴里还大喊着黑暗要来了。罗斯和女警也急忙离开。与此同时，警报声再次响起。在安娜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一座教堂，看着上面发出警报的大喇叭，罗斯突然愣在了原地。这个教堂他曾在女儿的画里见过。这时浓雾里又跑出来一群人，慌慌张张地跑进教堂。罗斯和女警也急忙跟了上去。疯婆子在人群中拉住女警，说这些人都是骗子，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。就在这时，黑暗降临了，罗斯和女警拔腿就跑。疯婆子伸手一指，3角头出现在安娜身后，像拎小鸡一样把她拎到空中，撕拉一声撕成了2半。罗斯和女警急忙躲进教堂，在女教主贝拉的带领下，人们纷纷念咒语祈祷，光明随之出现，黑暗被成功挡在了外面。另一边，克里斯离开寂静岭后，一直觉得警长对他有所隐瞒。为了查明真相，他偷偷溜进档案室，找到了关于寂静岭的详细资料。里面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上面的人竟和女儿小莎长得一模一样。他随即赶到收养小莎的孤儿院，向修女询问小莎的来历，可修女却支支吾吾，死活不肯说出实情。就在这时，警长赶了过来，向他简单介绍了照片上的女孩。这个女孩名叫阿雷莎，从小受尽欺负，被人虐待，后来死在了30年前的大火中，是个十分苦命的娃。随后他让克里斯回家等信儿，找罗斯的事情交给警方处理。再看罗斯这边，他向贝拉打听女儿的下落，贝拉告诉他只有恶魔知道他女儿在哪里，想找回女儿就必须去恶魔的老巢。眼看罗斯打算勇闯地狱，女警劝他3思而后行，可罗斯心意已决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母亲就是孩子的上帝。随后贝拉把他们带到医院，恶魔就藏在医院的 B151号房间。正准备进入电梯时，贝拉无意间看见了小莎的照片。贝拉让手下抓住2人，在女警的掩护下，罗斯成功进入电梯，前往了黑暗力量的中心，而女警则双拳难敌4手落在了贝拉手里。电梯很快到达了最底层，凭借脑海中记下的地图，罗斯一路畅通无阻。可来到最后一节走廊时，一群女护士挡住了去路。这群护士属于光库，被手电筒的灯光照射后，护士们纷纷转身，走着猫步拎着钢管朝罗斯走来。眼看护士越走越近，罗斯赶紧关掉手电筒，护士也立马停止了移动。他悄悄穿过护士群，用手电筒把他们吸引在原地后，他成功到达了 B151号房间。在
在晃瞎眼的白光中，一个声音告诉了他全部的真相。30年前，阿雷莎在学校里受尽欺辱，同学们说她是邪恶的女巫，只因她没有父亲，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。在人们的谩骂声中，阿雷莎躲进了厕所，却不料厕所里有个变态的清洁工科林。阿雷莎就这样落入了魔掌。对于女儿的遭遇，母亲达利亚毫无办法。这时教主贝拉表示，他有个好办法可以净化阿雷莎的身体和灵魂。达利亚信以为真，便把阿雷莎交给了贝拉。在集结了一大帮信徒后，贝拉把阿雷莎绑在了火刑架上。也可能是老天看不下去了，火刑架的铁链崩断，火炉打翻，点燃了窗帘，大火迅速蔓延，信徒们慌忙逃走，只有一个警察忍着烫伤，救下了重度烧伤的阿雷莎。而这个警察就是后来的警长，也是寂静岭唯一的幸存者。阿雷莎被送到地下医院抢救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，他体内的恐惧、痛苦等情绪全部转化变成了仇恨。他恨每一个伤害、嘲笑他的人，包括这个因为好奇偷看了他一眼的护士。随着仇恨的日益增长，一个暗黑版的阿雷莎就此诞生。他是阿雷莎仇恨情绪的具体化，也正是因为他的出现，让阿雷莎拥有了恶魔的力量。他们把寂静岭一分为3，分别是现实世界、表世界和里世界。那些没被大火烧死的人，全被拉进了表里世界。在这2个世界里，人不会继续生长，只有阿雷莎本体可以继续长大。这也是时隔30年，寂静岭居民没有变老的原因。随着黑莎的故事讲完，罗斯缓缓睁开了眼睛，只见前方放着一张病床，病床旁站着一个红衣女护士，而病床上躺着的则是长大后的阿雷莎本体。罗斯向黑莎询问女儿的下落，可黑莎却说小莎根本不是她的女儿，而是阿雷莎用仅存的善良幻化出来的。黑莎把她送到了现实世界的孤儿院，之后又被罗斯夫妇收养，取名为小莎。黑莎请求罗斯帮她复仇，虽然这个世界是她创造的，但贝拉和信徒们用信念把她挡在了教堂外面，她必须依靠罗斯才能进去，并且此时小莎已经被贝拉抓住，很快就会被绑在火刑架上烧死。想要救小莎，就必须把她带进教堂。得知女儿情况危急，罗斯毫不犹豫表示了同意。随后黑莎抱着罗斯，慢慢融进了他的身体。此时镜头给到女护士，只见她满脸鲜血，双眼被挖。30年来一直在这里伺候阿雷莎，只因好奇害死猫啊。再看教堂这边，被诬陷成女巫帮凶的女警被第一个送上了火刑架。随着贝拉点燃火堆，女警被很快烧成了黑炭。接下来轮到小莎了。正要动手时，罗斯赶了过来，看着浑身漆黑的女警，罗斯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。他向人们说出了真相，他们之所以会被困在寂静里，全是因为听信了贝拉的谎言，根本没有所谓的进化。贝拉不仅骗了他们，也害了他们。眼看信徒们有所动摇，贝拉立马掏出匕首捅向罗斯，黑色的血液不断喷出，黑暗成功进入了教堂，地板变成了钢铁洞。阿雷莎的病床缓缓升起，罗斯的伤口迅速愈合，无数铁丝把病床拖到空中。阿雷莎的复仇正式开始，信徒们慌忙逃窜，被拉下的各种求饶。阿雷莎用铁丝把他吊到空中，信徒们也无一幸免，被铁丝抓住撕成了碎片。罪魁祸首被拉死的最惨，被硬生生扎成了人体喷泉。黑莎在血雨中翩翩起舞，尽情享受着复仇的喜悦。罗斯解开绳子救下小莎，捂住她的眼睛，躲在角落等待杀戮的结束。可小莎因为好奇，没忍住睁开了眼睛。随着最后一声惨叫消失，信徒们全都消失不见，教堂恢复如初，好像刚才的事从没发生过一样。疯婆子瘫坐在地上，因为她是阿雷莎的生母，所以逃过了此劫。罗斯带着小莎回到车上，原本打不着火的汽车，在小莎吸了一下手指后，车子就可以正常启动了。断掉的公路恢复了原样，仿佛一切都已经结束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大雾始终没有散去，依旧是灰蒙蒙的一片。当他们回到家里时，克里斯明显能感觉到他们，而克里斯躺在沙发上睡觉时，罗斯貌似也能感觉到他。或许罗斯早就知道他回不来了。再看小莎这耐人寻味的眼神，仿佛就像变了个人一样。或许这就是罗斯回不到现实世界的原因。电影到此结束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解析一下寂静岭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时间回到37年前，贝拉和他的信徒是寂静岭最大的邪教团体，他们崇拜邪恶的堕落天使萨麦尔，并用仪式让达利亚生下了一个具有萨麦尔之力的婴儿，也就是阿雷莎。贝拉想得到阿雷莎的神力，但却遭到了阿雷莎的拒绝。恼羞成怒的贝拉四处散布谣言，说阿雷莎是女巫，是魔鬼的孩子。接着又煽动信徒对他使用了火刑。阿雷莎被严重烧伤后，贝拉把他转移到地下医院，想用折磨肉体的方法让他屈服，但没想到阿雷莎体内的神力觉醒，分别用仇恨和善良幻化出黑莎和小莎。黑莎留在寂静岭帮阿雷莎复仇，小莎则被送到孤儿院被罗斯夫妇收养。这里要提一下，黑莎和小莎不是一起出现的，隔了20多年才有的小莎。在小莎7岁的时候，黑莎施法把她召唤到寂静岭，电影也就此拉开序幕。想要看懂这部电影，首先要搞清楚3个阿雷莎的关系，以及寂静岭的3个世界。现实世界是罗斯一家生活的世界，表世界是大雾弥漫的灰色世界，里世界是怪物横行的黑暗世界。黑莎可以在3个世界自由穿行。接下来再说寂静岭里的各种怪物，它们的造型和特征都大有深意，可不仅仅是为了引起恐怖的视觉效果。第一种黑炭怪，从它们的体型和类似孩童的嘶叫声来看，他们是当初欺负阿雷莎的同学。第二种皮包骨，双手被紧紧包裹在皮肤里，代表着阿雷莎受到火刑时被绳子绑住的束缚感。皮包骨也是唯一出现在表世界的怪物。第3种爬行怪，它是当初在厕所欺负阿雷莎的清洁工科林，头和脚被铁丝绑在一起，只能在地上艰难的爬行，是阿雷莎对这个变态的报复。第4种圣甲虫，被虫子撕咬犹如被大火焚烧，代表着阿雷莎被大火焚烧时的痛苦。第5种三角头，
三角形在心理学中代表着暴力和烦躁，其强悍的外形和高大的身躯，以及手中40米的大刀，代表着阿雷莎对复仇的渴望。第5种肿脸护士，这些护士没有欺负过阿雷莎，之所以会变成怪物，是阿雷莎在极度愤怒的情绪下误杀的一群倒霉蛋，是一群枉死的无辜之人，包括那个红衣护士，只是因为好奇偷看了一眼，就遭到了阿雷莎残酷的惩罚，也是有够倒霉的。顺便提一句，这些护士都是由超模和舞蹈家扮演的。再说说信徒手中的小鸟，动物对危险都有提前感知的能力，所以信徒们把鸟当作表里世界转换的报警工具。每当鸟出现躁动时，教堂便会响起警报，提醒人们避难。接下来再说说黑莎为什么要把小莎召唤到寂静岭，以及罗斯为什么离不开表世界。我觉得有2个原因，一是想利用罗斯完成复仇，二是想和善良的小莎合体。黑莎和小莎对视一眼后，小莎晕倒，仇恨和善良融为了一体。通过小莎的眼神来看，应该是仇恨占据了主导地位，而她之所以要这么做，是因为阿雷莎被生母抛弃给信徒，导致她被大火烧成了黑炭，而罗斯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真正的母爱，所以她不想让罗斯离开，通过扩大表世界的范围，把罗斯永远困在了里面，从而独享罗斯的母爱。故事紧接第1部剧情，罗斯被黑莎困在表世界后，克里斯日益憔悴，心中全是对妻女的思念。直到有一天，罗斯的身影出现在了镜子里，他告诉克里斯，他找到半块拥有神秘力量的印章，可以把一个人送回到现实世界。他决定把小莎送回去，但教徒们却不希望小莎离开，他叮嘱克里斯一定要保护好女儿，随后便消失在了镜子里。与此同时，小莎出现在了沙发上，她失去了有关寂静岭的所有记忆，手里拿着半块残缺的印章。时间一晃，小莎长成了大姑娘，虽然没有了小时候的梦游症，但噩梦还是会经常出现。为了躲避邪教徒的抓捕，这些年来克里斯和小莎隐姓埋名，东躲西藏，搬家搬了无数次，学校换了7、8间。随着小莎年龄的增长，噩梦也逐渐演变成了幻觉。刚才还熙熙攘攘的学校走廊，下一秒就变得空无一人，灯光昏暗，墙皮腐烂，皮包骨摇头晃脑地朝他走来。小莎吓得连连后退，直到被同学文森特唤醒，这才清醒过来，逃出了幻境。文森特和小莎都是新来的转校生，本想以此为由和小莎搭讪，但却被小莎果断拒绝了。不是他长得不够帅，而是小莎经常搬家换学校，所以懒得结交朋友。正准备离校回家时，门口的帽子男引起了小莎的警觉。这个男人他早上见过，意识到有人跟踪自己，他急忙给克里斯打了电话。为了防止暴露新家的位置，克里斯约他在商场见面。不料刚打开房门，小莎很快赶到了百货商场，正焦急地等待父亲时，可怕的幻觉再次出现，所有人都变得面目狰狞，满嘴鲜血。与此同时，帽子男也跟了过来。小莎见状急忙离开，本想找保安求助，可谁知保安的脸蛋更加吓人。惊恐之下，他躲进了商场的地下室。帽子男很快追了过来，此人名叫道德拉斯，是一名私家侦探，受人委托跟踪小莎。之所以明目张胆的现身，是因为他偶然间发现了雇主的身份，一个名叫瓦尔提埃尔的邪教组织。这群人神出鬼没，手段残忍。相比之下，小莎心地善良，经常帮助路边的流浪汉。他不忍心看着小莎被邪教迫害，于是便决定说出实情，让小莎和克里斯赶快逃走。本想再说出小莎遗忘的那段记忆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只怪物从天而降，一刀削断了侦探4根手指。小莎按下电梯，急忙逃走。怪物紧随其后，跳上电梯，镰刀一样的手臂不停挥砍，顶部的铁架被轻松割开。随着齿轮停止转动，周围的一切恢复了平静。奥特曼怪物消失不见。然而悬着的心刚刚落下，怪物就再次杀出掳走了侦探。以前看到的怪物只是幻觉，这次却造成了实际的伤害。他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等平复心情离开商场后，警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侦探的尸体被抬了出来。小莎在人群中围观时，同学文森特赶过来，又是送回家又是披外套，真是一个贴心大暖男。在文森特的护送陪伴下，小莎很快回到了家里。只见墙上赫然写着几个血淋淋的大字。顿感不妙的小莎急忙呼喊寻找父亲，但父亲已经消失不见。喊叫声引来了没有走远的文森特。看着墙壁上的血字和标记，小莎突然想起父亲有个刻着同样标记的箱子，里面装着克里斯这些年来调查寂静岭的资料，以及那块残缺的印章。除此之外，里面还有写给小莎的一封信。原来克里斯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特意留下此信让小莎了解真相以及自己的身世，并叮嘱她千万不要去寂静岭。小莎自然不会弃父亲不顾，她掏出车钥匙请求文森特送她去寂静岭，因为她没报驾校，不会开车。行驶途中，她在资料里找到一本书，上面写着寂静岭是寂静灵魂之地，以及三角头是阿雷莎的护卫和刽子手。驶过第1部里被警察封锁的大桥后，文森特看见一家旅馆，随即表示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。本以为这小子不怀好意，不料开好房间后，文森特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原来他是邪教教主的儿子。接近小莎是为了把她带回寂静岭，可经过短暂的相处后，他发现小莎心地善良，根本不是教徒口中的恶魔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对小莎一见钟情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小莎去寂静岭送死。之所以他能来到现实世界，是因为经过了一个痛苦的仪式，只要在身上刻出印章的标记，就可以在现实世界短暂停留。至于教徒为什么要抓克里斯，其实是想用克里斯当人质，迫使小莎回到寂静岭。只有他自愿回去和黑莎融为一体，教徒才有机会打败阿雷莎。换句话说，不完整的阿雷莎是无敌的。本以为可以用真相阻止小莎，但小莎态度坚决，无奈之下，文森特只好选择帮助。想要救出克里斯，就必须获得完整的印章。他爷爷雷纳德有印章的另一半，但因为和现任教主意见不合，被关在了寂静岭的疯人院。简
简单说就是他妈把他爷关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的灯光熄灭，恐怖的里世界降临了。只见墙皮快速腐烂，旅馆变成了残破的钢铁工厂。从文森特的口中得知，这是因为小沙距离寂静岭太近，使黑暗力量穿越了结界，从而扩大了表里世界的范围，这才让旅馆进入了里世界。就在这时，奥特曼怪物再次出现。不久后，黑暗褪去，小沙渐渐苏醒了过来。他走出屋子，外面灰蒙蒙的一片，煤灰如大雪般慢慢飘落。通过路边的木牌得知，这里正是他要前往的寂静岭。他继续前进，来到镇上。和第一部的空无一人不同，此时的寂静岭出现了很多人影。在小镇的中央，他遇到了阿雷莎的生母达利亚。达利亚向他讲述了阿雷莎遭受火刑的前因后果。不知道的小伙伴可以看我第一部的解说。就在这时，警报声响起，天空迅速变暗，黑暗再次降临。小沙急忙逃走，躲进了一间人偶仓库。在这里，他看见一个穿着空气装的小姐姐。只见小姐姐的身体逐渐人偶化，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就彻底变成了人偶模型。还没等缓过神来，身旁又传来了一阵求救声。只见一个女人被塑料膜紧紧包裹，小沙急忙扯膜救人。两人急忙逃走，人偶蜘蛛纵身一跃。两人藏到货架之后，人偶蜘蛛很快追来。好在身旁有个通风管道，两人急忙钻进去逃命。在看避难所圣殿这边，克里斯被绑在一具雕像下。白发魔女是现任的教主，也是第一部教主贝拉的妹妹。她觉得文森特一定是疯了，所以才会背叛教会，于是便让教徒把他送去了疯人院。与此同时，小沙钻出通风管道，来到了关押雷纳德的疯人院。通过资料室的病人记录，他成功找到了关押雷纳德的房间。只见老头双眼失明，浑身绑满铁链，看样子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。从他的口中得知，他是因为被黑暗力量腐蚀了，所以才会被女教主关在这里。但女教主被腐蚀的更加严重。小沙拿出印章询问救父亲的方法，在老头的再三忽悠下，小沙把印章交给了他。尽管警惕心十足，可印章到手的老头已经无所畏惧，直接把印章塞进了体内，而印章的另一半就藏在他的身体里。随着印章合二为一，老头的眼睛瞬间复原，身上的铁链崩断，变成了一个刀枪不入的怪物。他把小沙扛在肩上，地下的牢笼里装满了尸体。就在这时，小沙看见了老头胸口的印章，趁其不备，伸手一掏，老头瞬间失去了力量，化成灰烬消失不见了。这未免死的也太草率了一点。轻松得到完整的印章后，小沙来到一条满是手臂的通道，两侧的病房里伸出无数咸猪手。小沙吓得两腿发软，瘫坐在地。就在这时，身穿皮裙、手拿大刀的猛男出现，三角头威武霸气，对着手臂就是一通乱打。疯子疼得不停惨叫，可尽管如此，愣是没人把手缩回去。小沙躲在一旁，静静看着三哥表演。帮小沙扫清障碍后，三哥拖着大刀潇洒而去。小沙继续前进，来到一个挂满塑料袋的走廊。就在这时，几个人影出现在拐角处，他急忙躲到一块铁板后面。只见文森特被五花大绑捆在病床上，两个信徒推着他朝病房走去。病房内数名护士手拿利器一动不动。随着房门打开，护士们立马活动起来。此时的护士由光控变成了声控，会攻击一切发出声音的人或物体。信徒手拿电棒不停驱赶，全然没注意到身后的护士已经在扶持。眼看同伴挂掉，另一个信徒也不想赌火了，被护士们捅成了筛子。随着惨叫声消失，护士全部静止下来。文森特吓得大气也不敢喘。就在这时，小沙打了过来，本想用单身18年的手速救下文森特，可护士的听觉异常灵敏。用病床挡住护士后，小沙解开手铐，成功救走了文森特。随着两人逃出房间，护士再次静止下来。在文森特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一个游乐场。旋转木马是通往圣殿的入口，但周围有很多信徒把守。为了让小沙成功进入圣殿，文森特主动现身，引走了巡逻的信徒。小沙则趁机跑到了旋转木马上。只见三哥身挂大铁钩，转动齿轮驱动着木马，信徒们围成一圈包围过来。就在这时，长大后的黑鲨出现，手掌一挥，四周立马燃起火焰，信徒瞬间被大火吞噬。黑鲨质问小沙为什么要来寂静岭，他过着黑鲨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。既然小沙不珍惜，一心过来送死，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他一把抓住小沙的脖子，正要吸收小沙的灵魂时，小沙紧紧抱住黑鲨，吸收变成了反吸收，小沙的皮肤迅速复原，吸走了黑鲨的全部魔力。与此同时，旋转木马缓缓下降，随着三角头停止转动，小沙成功进入了圣殿。接下来就到了女教主的揭秘环节，她让小沙来寂静岭就2个目的：第一，把印章拼凑完整；第二，让小沙和黑鲨融为一体。通过印章，他们可以召唤神灵，从而破解寂静岭的诅咒，彻底净化整个世界。让小沙和黑鲨合体，则是因为不完整的阿雷莎无法消灭。除此之外，
外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小莎是神灵重生的容器，克里斯是召唤神灵的祭品。现在他的2个目的都已经达到，是时候举行仪式召唤神灵了。眼看教主铁了心要置他们父女于死地，小莎假装顺从交出了印章。通过印章和体内的黑暗力量，教主被黑暗腐蚀的灵魂立马显现，变成了恐怖的怪物模样。眼看教主变成了怪物，信徒们吓得四散而逃。而教主的真面目正是之前的奥特曼怪物。正要对小莎动手时，霸气三哥赶了过来，双方随即展开战斗。趁此间隙，小莎急忙跑过去救父亲。也不知道是三哥太强还是教主太弱，这边绳子还没解开，教主就被一刀削下了脑袋。三哥拎着大刀潇洒离去，父女俩看得目瞪口呆，心里直喊666。随着教主挂掉，阿蕾莎的仇恨平息，空中的灰烬消失不见。但寂静岭的故事却没有就此完结，因为这里是迷失灵魂的聚集之地，总会有新的恶魔接替阿蕾莎。如今教主被灭，小莎也已经长大成人，把小莎托付给文森特后，克里斯表示他要回去寻找罗斯，随后便和大雾一起消失不见。电影最后，小莎和文森特蓝了亮半挂，成功离开了寂静岭。电影到此结束。